注意看，這個女人3年前被丈夫和情婦聯手推下100米高樓，對外卻宣稱是自殺身亡。可3年後，她竟整容成丈夫白月光的模樣，華麗歸來。第一件事就是大鬧渣男和情婦的盛大婚禮，而這一切都要從3年前那場殘忍的背叛說起。那時的宋清宇還是宋氏集團集萬千寵愛於一身的豪門千金，她深愛住自己的丈夫楚思年，以為蜜的良人。然而，就在她父母車禍身亡的悲痛時刻，丈夫的真面目才徹底暴露。在婚禮教堂的頂樓，楚思年和宋清宇的好閨蜜文言，也就是她白月光文慕雪的親妹妹，向她揭開了最殘酷的真相。原来，楚思年從始至終愛的都只有遠在國外的文慕雪，娶宋清宇不過是因為他有幾分像那個白月光。更重要的是，他要利用宋家的權勢作為自己向上爬的墊腳石。話音剛落，這對狗男女就聯手將宋清宇推下高樓。第二天，新聞便鋪天蓋地報道宋氏千金因思念父母過度而自殺，其丈夫楚思年順理成章地吞并了整個宋氏集團。但他們萬萬沒想到，宋清宇大難不死，被他的義兄唐雲所救。從地獄歸來的他，心中只剩下滔天恨意。為了復仇，他做出了一個瘋狂的決定，將自己整容成楚思年心心念念的白月光文慕雪的模樣。他不僅要換掉容顏，更要克服內心對蛇的恐懼，只為完美復刻文慕雪的一切，包括他不怕冷血動物的習慣。一場精心策劃的復仇大戲就此拉開序幕。時間回到3年後，楚思年與文言的婚禮現場，就在司儀宣布新人即將結為夫妻時，一個酷似文慕雪的女人闖了進來。楚思年看到這張日思夜想的臉，瞬間方寸大亂，當場取消婚禮，不顧文言的崩潰嘶吼，直接將文慕雪帶回了家。他將這個失而復得的白月光安置在豪宅裡，百般呵護。而這一幕徹底點燃了文言的嫉妒之火。文言堅信眼前這個女人就是宋清宇的鬼魂，他開始用各種方法試探。他知道文慕雪對牛奶嚴重過敏，故意端上牛奶，可宋清宇卻面不改色地喝了下去。殊不知他早已提前服下抗過敏藥物。文言又放出楚思年飼養的寵物蛇，想嚇得他暴露本性。可宋清宇早已通過脫敏訓練克服了恐懼，甚至能淡定地評價冷血動物。幾次3番的試探失敗，反而讓楚思年對文言的猜忌越發厭惡。一計不成，文言又生一計。他利用自己身懷有孕，自導自演了一出被推下樓梯的苦肉計，企圖陷害宋清宇。然而楚思年的反應卻讓他如坠冰窟。男人冷漠地表示，這個孩子本就不在他的計劃之內，沒了就沒了。他的無情讓文言徹底心寒，也讓宋清宇看清了這對狗男女之間所謂的愛情是多麼脆弱不堪。復仇的高潮在一場由楚思年為文慕雪舉辦的畫展酒會上到來。文言為了徹底揭穿宋清宇的身份，不惜花錢偽造了一份假的親緣鑑定報告，準備當眾指證她並非自己的親姐姐。可他沒想到，宋清宇早已將計就計，調包了報告。當律師當眾宣布兩人卻為親姐妹時，文言瞬間成了全場的笑話。但這才只是開胃菜，真正的好戲還在後頭。突然，會場的大屏幕亮起，播放出一段驚天醜聞。原來，文言當初為了嫁入豪門，在給楚思年下藥失敗後，竟不惜找了個小混混借種生子，企圖母憑子貴。而現在，這段他與小混混的交易對話被公之於眾，楚思年顏面盡失，當場被氣得取消了所有合作。他怒不可遏地將文言拖走，強行打掉了他腹中的孩子。醫院裡，身心俱疲的文言收到了宋清宇送來的最後一份禮物，一份真正的 DNA 鑑定報告。原來，那個被他親手算計掉的孩子，的的確確是楚思念的親生骨肉。得知真相的文言徹底崩潰，他不僅失去了愛人，還親手扼殺了自己唯一的籌碼。而這一切，正是宋清宇要讓他品嘗的比死更痛苦的滋味。就在宋清宇以為大仇得報時，被逼到絕路的文言卻爆出了一個更驚人的秘密。原來，楚思年為了徹底霸佔宋家家產，並未害死宋清宇的父親宋碩，而是將他秘密囚禁在一個私人醫院裡，只為逼他簽下財產轉讓協議。得知父親還活着，宋清宇在義兄唐允的幫助下，立刻展開了營救行動。然而，楚思年早已布下天羅地網。他識破了宋清宇的失憶偽裝，將他和前來營救的父親義兄一網打盡。在墓地，楚思年終於撕下了所有偽裝，
他逼迫宋清宇承認自己的真實身份，甚至用他母親的骨灰來威脅他。在極致的羞辱與痛苦中，宋清宇徹底爆發，承認了自己就是回來索命的厲鬼。楚思年看住眼前這張既熟悉又陌生的臉，愛恨交織，陷入了癲狂。他發現自己早已在不知不覺中愛上了宋清宇，卻被自己的自卑和野心推向了萬劫不復的深淵。他將宋清宇囚禁起來，用盡手段折磨他，又在他絕望時展現片刻的溫柔，企圖用這種病態的方式將他永遠留在身邊。為了逃離這個惡魔，宋清宇假意順從，答應了楚思年的求婚，暗中卻和義兄唐允策劃住逃跑。然而，在逃離當晚，楚思年早已設下埋伏。唐允為保護宋清宇身受重傷，倒在血泊之中。就在楚思年以為自己終於能永遠擁有宋清宇時，被他送進精神病院的文言突然出現，帶着同歸於盡的瘋狂，將一把尖刀刺進了他的身體。最終，楚思年和文言雙双殒命，而宋清宇作為唯一的在場者被帶回警局。48小時後，證據不足，他在律師唐允的陪同下走出了警局。陽光下，他脫胎換骨。雖然復仇之路充滿了鮮血與淚水，但屬於他的人生才剛剛開始。